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。其实呢，我已经在这个沙漠里面待了好几天了。前2天我们从塔克拉玛干的北缘穿越沙漠公路，到达塔克拉玛干的南部。整个沙漠公路呢500多公里，里面的景色确实是非常漂亮。还有呢，长度几百公里的那个防护林。那么有沙漠公路，有没有沙漠铁路以及沙漠高速公路呢？还真的有啊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算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有铁路、国道，还有高速，这个3条道路并行的。我们在南方看到铁路不奇怪，铁路也好，高铁也好，经常能看得到。但是你在这个死亡之海无人区里面看到铁路，这个就很神奇了。而且这个铁路呢，特点跟我们在南方看的完全不一样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的铁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沙漠，同时呢，也是世界第2大流动性沙漠。那么在这样的沙漠里面，修建公路也好，修建城镇也好，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我们在走那个沙漠公路的时候，方圆几百公里只有一个小镇，而且那个小镇的人口不多，主要是流动性人口。这条铁路呢是叫做河洛铁路，是新疆的和田市到达洛强县。2018年12月份开工建设，2022年6月份河洛铁路开通运行，全长825公里，设计时速120千米每小时。总共呢是22座车站，其中呢11座办理客运业务。河洛铁路是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，有534公里，分布在风沙区域。整个铁路风沙区域占线路总长 65%， 是一条典型的沙漠铁路。河洛铁路在戈壁沙漠中由西向东穿行，风季长达7个月。当时线路施工要穿越460公里的无水、无电、无路、无人烟、无信号的魔鬼地带，就相当于是无人区嘛。就像我们现在穿越沙漠公路，有些地方都是没有信号的。那么在以前建造的时候，更是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整个铁路修建过程中，就是和流沙、沙尘暴、高温、严寒斗争的过程。我之前在穿越沙漠公路的时候，在里面的塔中镇露营了1个晚上。在那里呢，晚上风大，早上起来了，车子都是那个沙子。白天呢，穿越公路的时候还遇到沙尘暴，高温就更不用讲了。所以修建这个沙漠铁路是非常困难的，并且呢，这个铁路它修建的不仅仅是铁路，它还要进行治沙，就跟我们走沙漠公路一样的。公路修建起来了，那后期的维护保养怎么办？从而呢，沙漠公路里面有108个水井房，有人在维护这个沙漠公路，给那些胡杨林浇水。那这个沙漠铁路也是一样的，也是要进行治沙。所以在整个沙漠铁路沿线呢，治沙防沙草方格5000万平方米，栽植苗木1296万株，造林面积达到11.4万亩。大家想想这个数字啊，比沙漠公路大得多得多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铁路能够完好的运行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防沙工作。同时呢，在铁路沿线呢，有很多人在对这些防护林等等进行维护，向这些在沙漠工作的人致敬。正是有了这些工作人员不畏艰辛的工作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个沙漠铁路才能更好的运行。这个河洛铁路其实也采用了很多先进技术，比方说我们看到的千里一根轨的壮观景象，就是说钢轨最早是由100米长的标准轨焊接成500米的长钢轨，运往铺架基地，然后呢，在现场再将500米长的钢轨依次焊接成为一体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它这个河洛铁路全线没有一条钢轨是有缝的，这个是不是很先进？我们在南方看铁路会发现，只有遇到那个高山或者峡谷会架桥，而我们来到这个沙漠里面，正常来讲，这个地方是非常平的，没有必要架设这么高的桥梁。但是恰恰是因为它这里是沙漠，
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由它的性质决定的。你看啊，这个是桥墩，上面是铁路沿线，过去一点呢就是荒无人烟的沙漠，不是戈壁滩啊。如果真是戈壁滩，那可能可以把那个铁路直接建在地面上，而沙漠就不行，特别是流动性沙漠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它流动性沙漠沙丘是经常变动的，会往前移的。你如果说这个铁路呢直接放在地面上，而那些流动性沙漠呢很快就会把铁路淹没。所以说我们就能够看到这里的桥梁非常高，这就是预防的作用。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，我前2天穿越的时候，特别是去里面徒步，能够看到那个沙子啊是非常细的，而且随时都会移动。所以经常有人说他想去徒步沙漠，这个还是尽量不要去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桥墩，你看每一个长度估计大概就是50米吧。大家如果看过大国那个重工的话，应该会有了解，建这个铁路其实呢技术含量很高，特别是我们中国被称为基建狂魔，没有你看不到的，只有你想不到的。它呢这个是有一个建桥机、筑桥机，每一个呢这个横梁是先构筑好的，然后后面通过机器这样一列一列把它摆放起来，这个就像我们叠积木一样的。有了这样桥墩一直排列过去的话，这个沙丘就算移动也不怕，因为能够通过下面这些通道呢过去嘛。你如果直接放地上的话就不行。如果单纯是像下面这种石头戈壁，这个倒无所谓，但是流动性沙漠不行。我们过去看一下，写的是162号桥墩。哎呀，这沙漠里面太晒了。我是从且末往洛羌方向走啊，来桥底下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力量，大国力量，大国重工，都可以这样形容。你像在这里有沙漠铁路，在南方呢有那些巨大、高大、长度非常长的桥梁，比方说世界上离地面最高的桥北盘江大桥，反正基本上那些大桥都在我们国家。然后隧道也是秦岭的18公里隧道。沙漠太热了，估计呢有40度啊。又一个人来到了沙漠里面了，当然这里离那个马路没多远了，这不用担心，因为这个都属于流动性沙漠。你看上面还有一个小山丘，今天能看到，明天就不一定看得到了。在旁边就是国道和高速，这条高速呢也是叫做河洛高速，同样是和田到洛羌的。这个和田到那个洛羌将近800公里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。哇，好烫啊！不行，这个沙子不能抓，一抓的话烫手。你在这个地方，你鸡蛋放下去，估计没多久就熟了。不行，我们再看看这个铁路。当然了，这个铁路并不是全线都是架桥的，它主要是旁边有这些沙漠就会架桥。如果是说碰到我们常说的戈壁滩，那相对来就好一点，就会直接铺在地上面。刚才我们也看到了，太热了，这沙漠里面估计有40度，找个阴凉的地方待一下。我下次如果再来新疆的话，我一定不会选择夏天来，最好是9月中下旬再来这边走一走。尽管大家都说新疆的旅游高峰期是6、7月份，但是真的太热受不了。往前走一走，在阴凉处啊，相对来说好一点。因为在新疆这个地方啊，热归热，但是有一点不得不说，你只要是在阴凉处呢，会舒服好多。这就是国道，在外面一点呢就是高速，这个是315国道啊。315国道一直呢到洛羌，然后呢进青海都可以。到了洛羌，我下一站就是青海。
今年呢，可能在新疆的这次旅行啊，我也是比较短暂的，因为有点不适应。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河洛铁路啊，意义非常重大，因为它是沿着塔克拉玛干南边南缘穿行而过，就等于是说把南边这些城市啊都连接在一起，结束了像且末、民丰这些城市以前没有铁路的历史，所以意义非常重大。我们都知道，要想富，先修路，特别是在新疆这么大的地方，然后又是在沙漠边缘，有了这个铁路，大家方便很多。要不然你一个城市开车去另外一个城市是非常遥远的。我来到新疆，基本上每天都在路上，一天可能要开好几百公里。而有了这个铁路呢，基本上把南线呢连接起来了。那同时呢，这个河洛铁路建成之后，它使整个塔克拉玛干变成了一个环线。大家都知道，看地图，塔克拉玛干它是东西长、南北窄，是一个超级大的沙漠。在塔克拉玛干沙漠，不管是北缘还是南缘以及西边，都有城市，都是分布在沙漠的边缘。那有了这个河洛铁路啊，就相当于把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四周啊连接起来了，组成了一个沙漠环线。这个应该也算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旅游环线。我们经常说青甘大环线风景非常好，那么有了这个铁路呢，能够把这个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连接起来。当然了，这个河洛铁路是把这个环线补齐了。在河洛铁路还没有建成功的时候，塔克拉玛干北缘是已经有铁路的，就是从和田沿着北边一路到达乌鲁木齐。有了铁路就方便许多。沿着沙漠铁路，我来到了洛羌站。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啊！我们在南方经常会说到交通枢纽，你像武汉站、郑州站，就是南北也好，东西也好，很多火车呢都会往那里路过停靠。而这个洛羌站呢，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它既是和田铁路的终点站，同时呢也是格固铁路站的一个连接线。就相当于是一个交汇站嘛。格固铁路是格尔木到新疆的库尔勒，这样的话就把整个新疆南疆铁路线路啊连接起来。整个南缘呢就是和田铁路，那个东边呢就是格固铁路，这样绕成一条环线，相当于是一条旅游线路嘛。这条沙漠铁路是中国的第一条沙漠铁路，也是世界上首条环沙漠铁路。总的投资是200多亿，创造了很多世界纪录啊！在广场有一只雕塑，这应该是一个皇帝出巡图，有好几匹马，我感觉属于汉武帝啊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在汉武帝时期，霍去病夺取河西走廊，汉武帝呢随即设立了那个河西摄郡。那这样的话，中原王朝通过河西走廊跟西域联系就打通了，特别是张骞凿通西域之后，这个就更明显了。所以呢，应该是一个汉武大帝的雕塑。可以这样说，汉武大帝对那个西域、对丝绸之路这个通呢，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。前方这个就是洛羌站，一个非常气派的火车站呢。大家看起来是不是很新？没错，这个地方可能也就运行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吧。洛羌站，如果是在以前的话，这里就属于楼兰古国了。在洛羌有一个楼兰博物馆，介绍了很多关于楼兰的历史。你就包括我们说现在说的罗布泊啊，感觉是戈壁滩无人区。那其实呢，在1000年前，就是楼兰古国还存在的时候，罗布泊呢还是一大片水草，还有湖泊。到时候我们去楼兰博物馆再介绍一下罗布泊的故事。这个沙漠铁路我们就看完了，又是和沙漠公路一项伟大的工程，确实了不起啊！向这些建造者以及这条铁路的维护者致敬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下个视频再见。